14.2 版本对新版本的分析和上分阵容推荐准时送到。首先是羁绊方面，65者加了10%的攻速可以无视，高迪斯科的攻速和治疗削弱，配合卡牌的单卡削弱，高迪斯科流派的卡牌实力大减。朋克的属性提升了约6%，46朋克相关的阵容受益，配合金克斯的加强，4朋克4护卫的金克斯大数据表现优秀。着重介绍一下系统改动，更新公告上的汉字，反正我是没太看懂，多方考证后，你就按我现在贴出来的为准来理解现在的天选机制就可以了。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卡普查的分享。现在的天选有3条规则，第一条是锁同羁绊天选，在14.2版本以后，你不会在接下来的4次天选刷新中看到与先前天选持相同天选羁绊的天选。举例来说，你刷到了斗士塔姆天选，那么在接下来的4次天选刷新中，将不会再出现斗士奥拉夫、斗士酒桶天选，但五杀奥拉夫、迪斯科或者法师的酒桶天选将不受影响。在14.1级以前的版本，可以通过买下斗士塔姆并卖掉它来重置这个规则，但在本次更新后，这种操作将失效。极度倒霉的情况是，你想要武者的贾克斯，但你先刷到了武者纳尔，并在4次刷新后刷到了武者螃蟹，再在4次刷新后刷到了武者色体，再在4次刷新后刷到了电子无序贾克斯，甚至再刷到了第2轮的纳尔。理论上，在这条规则的影响下，是可能永远刷不出武者贾克斯的。第2条规则是锁同英雄天选，你不会在接下来的7775 4次天选刷新内看到同英雄天选。举例来讲，你刷到了伊莫维古斯，那么在接下来的7次天选刷新内，商店里将不再出现裁决维古斯，即便是买下这张伊莫维古斯天选再卖掉，也不再有用。第3条规则是天选保底机制，你第2次看到同一英雄的天选时，它的羁绊一定和上一次的不同。综上，版本更新后，我给出几条建议。首先是看到目标英雄的天选就不要犹豫了，直接拿，哪怕他的羁绊不是完美的。其次是少做定阵容然后印刷天选这种事儿，特别是1-2费阵容，最好是先来天选再确定要赌，不然可能一整把都不出天选给你干破防。关于棋子的改动，比较重要的就这些。金克斯加5点攻击力是史诗级的提升，卡特的加强把他拉回到至少能玩的水平，天使的改动让他变成一个能当 C 位的角色，打攻能力其实是下降的。瑞文算小砍，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永恩的天选数值砍的比较多，读永恩的强度就比瑞文差很多了。维古斯的眩晕时长砍了1半，但其实无关痛痒，因为维古斯是靠数值超模的高裁决羁绊为他提供快速清场的能力而具有超高强度。死歌重做，爆发时间点延后，算是小的削弱。卡牌的数值削的比较多，但其实是上版本加强的回调，配合上版本法系装备的加强，其实这张卡还是有机会出场的。上期发的高能银蟹卡牌也还能用。双喜的暴击率没了，转而变成了生命值和攻速的加成，但是这对双喜裁决的玩法几乎没有影响。攻速本身也是裁决非常需要的属性，4裁决自带高暴击，出装上再多往带全套的装备上靠，这种改动的影响就更小了。当然改版后可以考虑尝试双喜4朋克带俩金克斯2潘森的玩法。14.2 版本推荐的阵容有这些，正经上分肯定不是优先考虑赌狗，能运营上8的局就优先考虑4费卡阵容。最强的肯定是新之刚，其次是五杀或者阿里 flex， 低费阵容能赌的就多了，3费里的瑞文、裁决、乡村、吕强、露露，2费卡及以下的巴德、芬尼、天使、金克斯拉夫。反正低费这个赛季肯定是不能把玩的，尤其是1-2费卡，除非你有好几套装备互通的低费互转思路，不然奔着玩等于找罪受。一是牌库少，二是受先前讲的各种机制的限制，反正很难低到3星。新之刚一般需要拉8后有个30块低牌，只会玩 EZ 的话很难用新之刚上分。新之刚的标准公式玩法是 EZ 静坐主力 C 位，前排拼色提锤石俄洛伊约里克4人组，由 EZ 过渡上9，平滑而极具上限。EZ 加强卡牌削弱之后，新之刚玩的好不好的，至少在这一个版本更新后的一段时间里，都会更多的尝试 EZ， 导致会有很多同行，如果你的经济不是足够领先，比同行率先抢到牌，或者运气差，即便提前启动也没有抢到2星 EZ， 那么不会用吕景杰、福 A 更的天选快速锁野上9，将极易导致你7-8离场。还不会战士新之刚的，可以去看1月6日的战士新之刚。顺便提一下5刚加注玩法，在你3阶段吃完第1波刚，即将进入4阶段时，如果你的容错大于等于70，则可以选择加注，并在4阶段递出5刚，可以吃到一个较高层数的奖励。更详细的加注新之刚攻略，可以去曲军同学的加注新之刚 Flex 进阶版教学查看。五杀 Flex 的对手又都削了一圈，死格的重做让他的爆发来得更慢了一些，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五杀体系中的发挥。以往4阶段要锁住，也不能仅靠一个2星死格，而是要靠2星战士或者前排。其实和阿里的超粉 Flex 类似，
五杀体系也并不苛求开高五杀，在有一个五杀转职的情况下，再考虑往期五杀靠。死哥的位置和超粉 Flex 中的阿里一样，只是吃法强装的后排单位罢了。战士位可以养佛耶哥、阿卡丽杰、波比，不要把扩展性极佳的运营阵容完成了赌佛耶哥或者死哥。阿里 Flex 土味狐狸又回来了。其实超粉狐狸一直都能玩，辩证灵活，性价比高，只是在之前的环境上太被卡牌克制。新版本卡牌变少之后，天敌缺位，阿离带把科技枪也不会很快的被死哥秒掉。超粉战士绝对是版本更新前2天的偷分利器。Flex 位阿卡丽大于杰等于波比等于佛耶哥，如果是秘书机器人，可以考虑转秘书阿离。3费的这几个说烂了，贴一些有需要注意的小细节，感兴趣的话可以暂停查看。尤其是裁决，如果你老是卷不过同行，或者感觉玩着很穷，那可能是经济管理没有做好，或者是出装理解有问题。推荐去看一下我1月16日出的裁决攻略。赌巴德这个1区王者星野龙跟我推了好久了，他从上个版本开始就几乎把玩这套，拿他吃了不少鸡，在云店也有过不错的表现。巴德的出装比较固定，蓝 buff 必备，帽子的位置可以是法爆，阵容需要追出多个3星，巴德、艾克、女枪，所以最好有帮助低排的经济强化。其次是装备类的，可以养多个 C 位。巴德的爆发很高，可以直接对位敌方的关键其次。如果巴德很快3了，其他的牌又不像要3的样子，那就上9找炸弹人和卢锡安。赌天使，双亚大加科技枪是最好的，天使重做后是一张合格的 C 位牌了。想要更详细的出装羁绊理解，可以去看化学必修2的天使视频。刚曼也发了实况录播 ，B 站 ID 是书生2。赌分离，嫖到 KDA 天选的分离就可以考虑开高 KDA 或者5 KDA 大4秘书，青龙道要出一个，第2件考虑法包鬼术或者纳什。赌金克斯、赌拉夫，1飞卡起手5张是最低的要求了，这个赛季赌1飞不胡是玩不了1点的，比5飞卡都难低。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